18小时全球必达，第82空降师的枪口真的对准了伊朗。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时，在美国本土的北卡罗来纳州，一支让人闻风丧胆的王牌部队正在悄悄擦亮他们手中的尖刀。就在本月初，美国陆军突然下达了一道极不寻常的指令，紧急叫停第82空降师原定在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联合战备训练中心重大演习，师部及核心旅级战斗队被要求留在基地原地待命。在军事专家的眼里，这种级别的演习临时取消，绝不是为了让大兵们放个假，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临战信号。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作为美军救火队长的第82空降师，随时准备动用他们那套独步全球的18小时法则，被投送到地球上最危险的角落——中东。那么，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五角大楼总是第一个想到第82空降师？这支肩章上印着双 A 标志的传奇部队，到底拥有怎样恐怖的战力？要读懂第82空降师的恐怖，我们得先翻开他那写满彪悍战绩的历史。这支部队诞生于一战的硝烟中，因为最初的兵员来自全美48个州，因而得名全美师。但真正让他们一战封神、名震天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在决定二战走向的诺曼底登陆中，第82空降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叶斯的掩护下深入敌后。他们不仅成功搅乱了德军的防御部署，其中一支小分队甚至在降落后采取伏击战法，直接击毙了德军第91师的师长。这一斩首行动让德军陷入了极度混乱，为盟军的滩头登陆立下了汗马功劳。从那以后，无论是巴拿马的雷霆扫穴，还是海湾战争中的大纵深穿插，甚至是在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时刻，只要美国需要踹门，第一个上的永远是第82空降师。到了现代，支撑第82空降师傲视群雄的是一项被称为极绝反应部队的硬核指标。全师近13000名官兵常年维持着一种极其变态的1/3轮训制度，1/3的人在魔鬼训练，1/3的人在搞后勤保障，还有1/3的兵力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值班状态。只要白宫一道命令，18个小时之内，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连同他们的轻型装甲车、M777榴弹炮、反坦克导弹，就会被塞进C-17大型运输机的机舱，跨越半个地球，像下饺子一样砸在敌人的头顶上。这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支具备全球全建制伞降部署能力的部队。这种难以防范的战略机动性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威慑力的武器。那么，如果这次第82空降师真的进入伊朗或周边战场，他们会如何进行战斗？在现代战争体系下，第82空降师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执行开门任务。首先是机场夺取，他们会如神兵天降般突袭并控制关键机场，迅速建立安全的着陆区，为后续重装部队、油料和弹药的源源不断运入强行撕开一条空中通道。其次是应急响应，考虑到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这支部队也极有可能被派往保护关键的外交设施，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执行高风险的撤侨行动。最后是战略威慑，哪怕他们只是在科威特或约旦境内完成集结，几千名随时准备越境打击的精锐伞兵，也是压在德黑兰心头的一块重重的筹码。对敌人而言，这是一支宛如死神般的部队。当然，哪怕是死神，也存在软肋。空降兵的宿命就是生于包围之中。第82空降师虽然机动性无敌，但一旦双脚落地，他们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作为一支轻装步兵师，他们的重武器严重不足，缺乏厚重的装甲防护。在开阔地带，如果遭遇敌方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冲击，后果不堪设想。在海湾战争期间，第82空降师最担心的就是在沙漠里碰上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坦克集群。此外，单兵负荷重，持续作战能力差，对后勤极度依赖，也是他们始终难以彻底克服的心病。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出动第82空降师，美军都必须确保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必须有空军战机提供密集的火力支援。如今的波斯湾海域，美军的双航母打击群已经严阵以待，海空封锁的绞索正在慢慢收紧。而在日本，第31海军陆战远征队也已登舰向中东机动。在这样一个海陆空立体施压的棋局中，临时取消演习、留守大本营的第82空降师，显然是五角大楼扣在手里的一张最具爆发力的底牌。当全世界都在猜测美军是否会发动地面进攻时，这群肩挑全美荣誉的伞兵们，或许已经整理好了伞包，在运输机的轰鸣声中，等待着那个改变中东格局的跳伞绿灯了。好了，本期关于美军王牌第82空降师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你认为这支以快速反应著称的部队会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现代防空体系面前，大规模伞降作战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观点。